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特别暖心的故事，是关于我们东北姑娘婷瑜远嫁台湾的真实经历。这个故事让我感触很深，也颠覆了很多人对台湾的刻板印象。记得去年夏天，婷瑜第一次来找我时，她还是东北某三甲医院的一名护士。那天她穿着一身浅蓝色护士服，皮肤白皙，长相甜美，一看就是那种让人感觉特别舒服的姑娘。聊天过程中，我了解到她的父母是东北农村的，从小对她要求很严格，希望她能找个本地男人成家立业。丽姐，我这次来是想跟您打听打听，您帮我看看这个台湾男生怎么样？婷瑜递给我一张照片，照片上是一个穿着简单、笑容温和的男人。这是子轩，我们是在线上认识的。他是台北人，在那边开了一家电子厂。我记得当时特别惊讶，哎呀，台湾男生，这可不多见啊！你们是怎么认识的？婷瑜不好意思地笑了笑，是在一个摄影交流群里认识的。那天我发了几张自己拍的照片，他给我点评，觉得构图很有意思。后来我们就聊开了，发现很聊得来。听他这么说，我立刻对这段姻缘来了兴趣。通过深入了解，我知道了子轩今年36岁，家境殷实，为人低调。虽然谈过几次恋爱，但因为种种原因都没有走到最后。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，子轩特别重视家庭，对父母非常孝顺，这一点跟我们东北人的价值观很像。不过当时双方父母都持反对态度，婷瑜的父母担心女儿嫁那么远，而且对台湾的印象还停留在上世纪，觉得那边比较落后。子轩的父母则担心大陆姑娘是冲着钱来的，怕儿子被骗。婷瑜自己也有顾虑，丽姐，我就怕他就是玩玩而已。再说了，我们的生活习惯、文化差异这么大，真的能过到一块儿去吗？我当时就告诉他，感情这事儿啊，最重要的是两个人的心意，只要是真心相爱，其他都是可以克服的。不过我建议你们先见面处处看，毕竟网上认识还是有风险的。就这样，在我的建议下，子轩专门飞来东北见婷瑜。第一次见面，子轩就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。他不像有些人印象中的台湾男生那样油嘴滑舌，反而特别踏实稳重。见面那天，他还特意带了台湾的凤梨酥、太阳饼这些特产，连我都沾了光。更让我感动的是，子轩特别会照顾人。看到婷瑜穿的少，马上把自己的外套给她披上，看她走路累了，就主动找地方让她休息。这些细节都显示出她是个体贴的人。那次见面后，婷瑜对我说，丽姐，她跟网上完全一样哎，一点都不做作，而且她说话好温柔，让我特别有安全感。看着婷瑜眼里的星星，我就知道这姑娘动心了。不过作为红娘，我还是得负责任。我建议婷瑜先去台湾看看，了解那边的生活环境，毕竟要过一辈子呢。就这样，在去年10月份，婷瑜第一次踏上了台湾的土地。那一趟旅程彻底改变了她对台湾的认知，也让她下定决心要嫁到台湾去。婷瑜一下飞机就被台北桃园机场的高科技设施惊呆了。她跟我说，丽姐，我当时就震惊了，机场到处都是自助值机、刷脸通关的设备，比我们这儿的机场还要先进。让婷瑜最意外的是，她在台北街头看到了很多路边摊。我还以为台湾现在都是大商场、百货公司呢，没想到路边小店、夜市这么多。但最让我吃惊的是，警察管理这些摊贩的方式。原来那天，婷瑜和子轩在台北宁夏夜市逛街，看到一个场景让他特别震撼。一个卖卤味的摊贩摆摊时，不小心超出了规定区域，警察来了。婷瑜说他当时紧张的不行，因为在东北见多了城管执法的场面，还以为要上演全武行了。结果那个警察叔叔笑眯眯的跟摊主说，阿伯，不好意思，你的摊位稍微移进去一点，不然会影响到行人走路哦。那个摊主马上说，好，警察大哥，对不起，我这就挪一下。警察还帮着摊主一起搬摊子，重新规整位置，整个过程和气气的，就像邻居串门聊天一样。婷瑜看得目瞪口呆，丽姐，我当时就愣住了，这也太温柔了吧，完全颠覆了我的认知。让婷瑜更加惊讶的是台湾的医疗制度。
作为一名护士，她特别关注这方面。子轩带她参观了台北荣民总医院，她发现那里的医疗设备一点不比她工作的三甲医院差，有些还更先进。丽姐，你知道吗？他们那边看病特别方便，健保卡一刷，大部分医疗费用都能报销，而且医生护士对病人特别有耐心，看完病还会详细解释。婷瑜说这话时，眼睛都在发亮。在台北的日子里，婷瑜还发现了很多让她惊喜的事情，比如公共交通特别发达，捷运站内干净整洁，车站还有专门扶梯靠右站的文化，让她感受到了满满的秩序感。最让我惊讶的是他们的科技产业。婷瑜激动地跟我说，子轩带我去参观了新竹科学园区，那里有台积电、联发科这些世界级的大企业。我之前只知道台积电很厉害，没想到台湾的科技这么发达。在台北的这段时间，子轩还带婷瑜去了阳明山看海域，去了九份品茶，去了淡水老街吃小吃。每到一个地方，婷瑜都能感受到当地人的友善。丽姐，这边的人说话都好温柔，就算是陌生人也会说不好意思、谢谢，让人感觉特别舒服。不仅如此，婷瑜还发现台湾的教育理念也很先进。有一天，她和子轩路过一所小学，看到小朋友们在操场上自由活动，老师们都在旁边微笑看护，没有大声呵斥，感觉他们更注重孩子的个性发展，不是一味的追求分数。这些经历让婷瑜开始认真思考未来的生活。她说，丽姐，我发现自己以前真的是井底之蛙，之前总觉得台湾落后，觉得大陆什么都好，但实际来了才发现，人家在很多方面都走在前面，特别是在人文关怀这方面。不过，婷瑜最感动的还是子轩对她的照顾。在台北的每一天，子轩都会精心安排行程，带她体验最地道的台湾生活。看他想家了，就带他去吃东北菜；知道他喜欢拍照，就带他去最美的地方打卡；累了就找地方休息，渴了就买奶茶。这些点点滴滴都让婷瑜看到了子轩的真诚和体贴。可是回东北后，等待他的却是更大的挑战。婷瑜回东北后，立刻遭遇了父母的强烈反对。那天我妈气得直跺脚，婷瑜跟我说，她说，你这孩子咋这么不懂事呢？台湾那么远，万一有个头疼脑热的，我们都照顾不到。再说人家台湾人瞧不起我们东北人，你嫁过去准受委屈。婷瑜的爸爸虽然平时话不多，这次也坐不住了，嫁过去万一人家欺负你咋整？再说那边工资低，物价高，你这不是吃饱了撑的吗？面对父母的反对，婷瑜一开始也很困扰，她来找我商量，丽姐，我真的很喜欢子轩，也很喜欢台湾的生活环境，可是我又不想让爸妈担心，我该怎么办？我当时就开导她，你要让父母真正了解台湾，了解子轩这个人，他们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，但很多都是因为信息不对称造成的误解。于是婷瑜开始有意识地给父母介绍台湾的真实情况，她把在台北拍的照片和视频都给父母看，还专门录制了当地普通人的生活场景。你们看，这是台北的菜市场，比咱们这儿还便宜呢。这是他们的医院，设备都特别先进。最让父母触动的是子轩的表现。知道老两口担心，子轩特意请了假，再次飞到东北。这次他待了1个星期，每天变着花样给老两口做台湾特色菜，陪他们看戏，带他们去公园散步，晚上还主动帮着收拾碗筷、擦桌子、扫地。那天我爸看着子轩忙前忙后的样子，偷偷跟我说，这孩子是真心实意对你好啊。婷瑜说这话时，眼睛都笑弯了。但是子轩那边的父母依然很担心，特别是他妈妈，一听说儿子要娶大陆姑娘，整个人都不好了。他觉得我们大陆女生势力，怕我是冲着他们家的钱来的。婷瑜说，面对这种情况，子轩表现出了让人感动的担当。他对父母说，妈，你们总说大陆人怎么样，但婷瑜是什么样的人，你们见过才知道。他从小在农村长大，知道吃苦，在医院工作这么多年，待人特别温柔。你们先认识认识他好不好？就这样，在子轩的坚持下，他父母同意让婷瑜去台北住1个月。
真正了解这个未来的儿媳妇，这1个月里，婷雨表现得特别好，每天主动帮婆婆做家务，陪公公遛弯，还经常做东北特色菜给他们尝。最让子轩父母意外的是婷雨的独立自主。我看到他们家工厂附近有家诊所在招护士，就主动去应聘了。婷雨说：“我想让他们知道，我不是来享福的，我也要靠自己的能力在台湾扎根。”这份主动和独立让子轩的父母彻底改变了对婷雨的看法。有一天，子轩妈妈专门把婷雨叫到跟前：“妹妹，这段时间阿姨看到了，你是个很棒的女孩。以前是阿姨不对，有太多偏见。只要你们真心相爱，我和你叔叔都支持你们。”就这样，经过半年的相处，两家人终于都接受了这段感情。去年年底，婷雨和子轩在台北举行了温馨的婚礼。婷雨现在在台北生活的特别幸福。丽姐，我发现嫁到台湾是我这辈子最正确的决定。每次视频，她都笑得特别灿烂。刚开始确实有一些不适应。比如台湾人说话喜欢用好来回应，好啦好呗都是日常用语。婷雨一开始总觉得怪怪的，现在自己也说得很溜了。还有一些生活习惯的差异，比如台湾人特别注重环保，垃圾分类特别细致。刚来的时候可把我愁坏了。婷雨说，光是垃圾分类就有好几种，一般垃圾、资源回收。厨余垃圾要是分错了，清洁阿姨还会很温柔地提醒你。现在我觉得这种环保意识特别好，也慢慢养成了习惯。让婷雨感触最深的是台湾社会的人情味。有一次她感冒了，去诊所看病，医生知道她是新来的大陆媳妇，特意用普通话跟她交流，还详细解释用药注意事项。护士阿姨更是热情，一边给她量体温，一边叮嘱妹妹多喝温开水，要好好照顾自己。哦，在这边就算是陌生人也会互相关心。婷雨感慨道，有一次我在捷运站找不到路，问了一个阿姨，她不但细心指导，还特意陪我走到目的地。这种温暖让我觉得特别有归属感。工作方面，婷雨现在在子轩工厂附近的诊所当护士，诊所的工作环境很好，同事们都很照顾她。这边的医疗体系真的很人性化。婷雨说，不管是对医护人员还是病人都特别友善，而且工作制度很规范，不会像在东北那样经常性加班。最让婷雨惊喜的是台湾的科技便利，现在我的生活完全离不开这些高科技产品了。她笑着说，手机支付、线上预约、网络购物，样样都方便，连看病都可以用健保卡记录病历，不用像以前那样东奔西走。子轩也是个特别体贴的老公，知道婷雨想家，他特意在家里装了可以视频的大屏幕，让婷雨随时能跟父母聊天。家里的家具电器也都选择最新款的智能产品，让婷雨生活更便利。他总是会想着给我惊喜。婷雨说起子轩时，眼里满是笑意，知道我喜欢拍照，专门给我买了最新款的相机，还经常带我去台湾各地玩，说要让我发现台湾更多美好的地方。婆婆现在也把婷雨当亲女儿一样疼。妈妈说我是她的开心果，婷雨骄傲地说，因为我总能逗她笑。每次我说东北话或者讲东北的趣事，她都笑得合不拢嘴。现在她还跟着我学东北菜呢。让婷雨特别感动的是，台湾社会对新住民有很多福利政策，政府会提供免费的语言课程、生活适应辅导，还有专门的服务中心提供咨询。这让我觉得自己不是外人，而是这个社会的一份子。现在的婷雨已经完全融入了台北的生活。她说，以前总觉得台湾落后，现在才发现是自己井底之蛙。这边不光科技发达，更重要的是处处有人情味。现在我觉得自己特别幸福，再也不想离开了。丽姐，我跟子轩准备要个小宝宝了。前几天视频时，婷雨红着脸告诉我这个好消息，这让我想起她刚来台北时的担心，这边的教育方式跟咱们不一样，以后要是有孩子可怎么办？现在的婷雨却对台湾的教育充满期待。你知道吗？这边的幼儿园特别有意思。她兴奋地说，我参观过几家，发现他们更注重孩子的全面发展，不会一味追求识字认数。小朋友可以自由玩耍、做手工，老师都特别有耐心，
不仅是教育理念，就连医疗体系也让婷瑜对生儿育女充满信心。这边的妇产医院设施都很先进，而且特别人性化。婷瑜说，前几天我去做产检，发现这边的医院不光有专门的优生保健门诊，连带产房都设计得像家一样温馨。子轩知道婷瑜有了身孕，更是紧张得不得了。她现在可爱死了。婷瑜笑着说，每天变着花样给我煲汤，周末就带我去公园散步。前2天我说想吃东北的酸菜，她立刻跑去找台北卖东北食材的店，买了一大堆回来。婆婆更是乐开了花，天天研究养胎食谱。妈妈说要给外孙女织毛衣，婷瑜说现在每天晚上都坐在客厅织啊织的，可认真了。让婷瑜感动的是，台湾对准妈妈的关怀无处不在。这边的公共场所都设有专用电梯，无障碍设施，公车、地铁都有博爱座。她说，而且大家看到孕妇都特别照顾，常常主动让座，特别暖心。现在的婷瑜已经完全爱上了台北的生活，这边空气好，节奏慢，很适合养胎。她说，而且这里的人情味让我觉得特别温暖，完全不觉得自己是外地人。最让婷瑜开心的是，她的父母也转变了对台湾的看法。知道女儿怀孕后，他们特意来台北住了1个月。我爸妈被这边的生活品质惊呆了。婷瑜笑着说，现在天天在老家跟亲戚朋友夸台湾好，还说等外孙出生了要再来住几个月呢。对于未来，婷瑜和子轩已经有了规划。等孩子大一点，我们打算开个小诊所。婷瑜说，子轩说要把工厂交给弟弟打理，自己专心帮我。我们想在社区里提供优质的医疗服务，回报这片让我们相遇相爱的土地。作为红娘，看到婷瑜和子轩的故事，我特别有成就感。这不仅是一段跨越地域的美好姻缘，更是一个改变认知、追求幸福的励志故事。丽姐，谢谢你当初鼓励我来台湾看看。婷瑜真诚地说，如果不是你，我可能到现在还被偏见蒙蔽着眼睛。现在我才明白，幸福不在于你在哪里，而在于你遇到什么样的人，过什么样的生活。各位听众朋友们，婷瑜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希望她的经历能给大家一些启发，不要被偏见限制了视野，幸福可能就在你意想不到的地方等着你。下期节目我们继续分享更多暖心的姻缘故事，我是丽姐，咱们下期再见。